今天是什么原因要来改造呢？换新的工作嘛，想要换一个新的形象。你现在的现况是什么样子？来，稍微秀一下。OK， 那我现在就迫不及待送你上车了。没问题 ，Go Go！ 1个小时之后，他会变成什么样的美男子？3、2、1。稀客，我的大来宾俊 ，Hello， 好久不见。对啊，我们感觉又瘦了。对，这个瘦身有成，然后呢，驻颜又有术。今天是什么原因要来改造呢？换新的工作嘛，想要换一个新的形象。哦，对，全新的自己，更年轻的自己，更年轻的自己。对，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跟观众交代一下，你现在的现况是什么样子？来，稍微秀一下。OK， 那我现在就迫不及待送你上车了。没问题，反正已经是老朋友了。对，那就期待你1个小时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俊美的男子的俊。Go， 非常期待1个小时之后他会变成什么样的美男子。我们待会见。趁着俊在改造的同时，我今天抓来了他的朋友，想要来偷偷探寻一下。这位是叫健挺，你知道俊使用这个发片吗？我知道。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其实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觉得是一般的头发，就他没有跟你讲，对，你也不知道他头发有状况。对，然后后来他是突然讲到吧，觉得说还是要坦诚一下，把它拿起来，我就有稍微吓到，因为正常人还是会稍微有点惊讶。突然看到这个动作，掀头皮的这个动作，对，这还是会有点惊讶，但是真的会发现说好真哦，现在的头发真的可以做到这么真。他在使用这发片的过程，你有没有发现他的改变？还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但是他有跟我讲说，从很久以前到现在的改变，真的自信心真的越来越好。真的，我有发现说他好像，比如说体态、衣着，他整个都做了一个大跃进，让自己的体态，让自己的颜值更棒。他大概瘦了快一半，瘦了快一半呢，现在大概60几。所以你感觉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吹毛求疵的人，对自己要求，对，他对自己要求真的很高，非常高。那你有感觉到说他使用这发片，他的满意？满意吗？对，我没有听到他说任何不字，因为我觉得漂亮，他已经不是单纯只是一个造型，对，我觉得是一个对他心态上，或者是甚至工作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也跟我说，像他以前外貌比较不佳的时候，可能工作上经常遇到很多问题，不管是同事还是客人，所以其实对他的改变来说，我觉得影响真的非常的多，而且都是正面的影响。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健挺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今天就看他改造如何，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期待喽。好。经过1个小时的改造，很好奇它改造成什么样子，对不对？我们一样倒数3、2、1，发色不同哎，来，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一次换这发型，感觉完全不同，而且好自然。刚刚在镜子前面看了好久。你这次换的这发型是有发际线的发型，其实还是会希望说追求逼真度。我们来看看俊在改造之前，我觉得冲击蛮大的。这个应该算是我们改造这么多组里面，我觉得他的容貌、他的体态蛮正经。来看一下，是不是改变超大？来跟我们讲一下怎么回事。我觉得你体重也变很大对，瘦了大概60公斤左右。这多久之前？差不多2017年到2019年的这个阶段。为什么会想要瘦？与其投资在别人身上，因为可能自己当时没有自信心，那不如先投资在自己身上，改变自己的容貌，改变自己的健康。哦，那可能本来体检都是红字嘛，对，现在都没有了。那有了身体健康以后，要追求的是更好的自己。你是几岁的时候发现你有掉发的现象？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发现我的头发是比同学还要少。等一下，国中哎？对啊。那时候发现的时候是朋友发现，还是你自己的照镜子发现？同学嘲笑。啊，被嘲笑。言语的那种霸凌啊，真的
我觉得对于尤其是男生青少年时期，其实是非常痛苦。那个时候有去看医生吗？会想说为什么是什么情况？怎么头发掉了呢？有，我曾经去我们家附近的皮肤科，结果一进去后发现那医生也是秃头，我就请鬼拿药单。我就想说啊，算了，我还是问其他事情好了。有没有去吃药？有透过代购去买国外的，就是趴数比较高的那种生发液，那抹上去以后，顶多就长小细毛。持续这样抹了多久？抹了半年以上没什么效果啊。那其实你花钱没关系，对。但是花了钱没效果，那是最不爽的一件事情。哦，那个真的是。那后来就放弃了，因为就觉得反正外貌就是这样子了。直到瘦下来后，有一天在 FB 就是网络上面看到说，中医可以治疗，我也真的跑去咨询，也买中药调配的生发液，不便宜。其实我有带来，呈现一下吧，是什么样的东西？哇，也是几千块嘛，很高级的感觉。这是真的有使用过，我用了这样子。所以它是中药成分。那其实你如果喷到头上的话，你就会觉得你的头充满了当归汤的味道。当归味。成分它写一堆，但是对你来讲，反正就是长不出东西。没有用。或许它是有保养，但是对生发来讲，它也是说，这还是要因人而异啊，它不一定能给你保证。我说真的，讲这一些东西都是一个台阶啦。我们秃头有一个宿命，就是我们花了很多钱，但是呢，往往效果都是让我们一次一次从希望到失望。对啊，到最后甚至快绝望。有时候看到就是街友整年度没在洗头的，没有在洗澡。对了嘛？为什么他的头发比我多好几倍？多的像雷鬼一样。你记不记得有一集我们还去北车去采访街友，我就真的亲口去问他说，为什么你头发这么多？他说没有啊，可能就是基因吧。我后来有跑去问植发，那因为老实说是本身的植发条件不足，他说我的面积比较大。那第一个可能浓密度的部分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正常要求的那种浓密度，没办法做出像这样的效果。对，然后呢，我的面积大，但是我的取发量不多，他给我开价大概30几万，他是说先求有吧。问题是我花了30几万，我还是稀稀疏疏的，你还是秃头，那我干嘛做？你雄性秃植发来讲，我真的我敢发誓，我没有撑超过3年。你那时候有考虑去做纹发？这就是个纹身，其实就是立体多问题，我总不能永远都保留个平头的发型，就是偏不想要，像头发涂墨水那种感觉不行。对。使用科技假发，我觉得我们用的是还蛮开心愉快的。我觉得那时候去咨询的时候，第一次没有压力，而且没有收取任何的咨询费嘛。那当然，花了1-2个小时时间帮你丈量、咨询、报价。对。那他也是说没关系，那你评估看看嘛。后来知道自己的学长。他其实也有做 Domo Hair。其实我一离开门市，在下面的时候，我马上就传讯息跟打电话问他，我就说，那你使用上面的感受是什么样？对，他第一句话先说他很后悔。我说为什么？他说很后悔没早点做。我真的是听到很多朋友，或是我所谓顾客，跟我反映说，早知道他就是干嘛走弯路，原来捷径就在这里。使用发片多久？快1年了。对，你使用起来感觉如何？我觉得很自然，自信心真的提升很多，判若两人。你在佩戴这个花多少时间？一开始真的是比较不熟的话，但会花多一点时间，因为去抓那个感觉。但是后来大概都几秒钟，反正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我今天想要把发型再抓得好看一点点。对，服装怎么弄会更好看一点，因为更在乎自己的容貌。你当时在做这个全年式的发片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说我要把中间头发剃掉？会有挣扎，会有犹豫？那就剃啊，反正是家人看。所以你没有什么挣扎。其实我也不在乎同事知道因为我觉得没有破坏怎么会有建设？你如果不去改变它的话，那我就是还是保持高额头了。那我觉得反正剃掉也没关系啊。那其实我有问过我同事啊，我同事说，现在那么逼真哦，而且现在接受度很高，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样啊，好看就好了。有了这个发片之后，对你工作上有什么改变？我觉得当发片戴下去的那一刻开始，我狂拿手机拍照，自信心的提升真的是完全不同。你那时候的工作是属于哪一类？我是做汽车销售的部分。汽车销售对，很注重形象，就是跟客户商谈的部分的话，会发现说，因为我们很近距离的在商谈，对。但是客人有没有去问说，你的头发怪怪的这件事情没有。另外，我就觉得，自信心整个提升上来，我的业绩当然还是有变得好一点。我觉得对汽车销售来讲，外形很吃香。不信你现在去看刷 FB， 是不是很多黑丝袜的小姐姐在卖车？我没有黑丝袜，但是我有很好看的外表。你有很好的黑丝，不需要袜。
爱情方面呢？以前呢、会发现说发际线的部分遮起来，没有露出额头，但是你的交友软体始终就是没有什么人会回应你。那现在不是啦，现在是我软体删掉了，因为我脱单了嘛。哇，恭喜！对啊，那个讯息很多啊，就变成是说，其实我们也不用去筛选，只是说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性。脱但是单了，因为发片跟瘦身有成。后续我问他在一起以后，我也把头发拿下来，他也是说，他有2个男朋友，对，他说，那个早上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晚上是变尔康。我说也 OK 啊，很好玩啊。这个是真爱。其实真正的家人爱人，他是不 care 的。对，但是我有问他说，当时你不是认识我现在这个样子的话，是我以前的样子，你还能接受吗？他说可能就不会跟我在一起。就是说，你要先拿到所谓的爱情入场券，因为人跟人相处都是第一印象，要投缘，要有眼缘。对，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是很满意的状态。哦，很喜欢，而且没有他不行。我可以冒昧问一下，你现在多大年纪36，我觉得差很多。而且我带了Domo Hair去上班的第1天到第2天，所有的同事看到以后，他对我说：“你早就该做了啊。”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再呼吁，或是提醒，或是给一些现在正在面临掉发的朋友们一些建议？花钱是小，但是要有效果。早就忘记秃头这回事了吧？不能没有它。对，而且我觉得戴帽子好痛苦，好闷热。帽子的透气处跟这个来讲，我刚刚开车过来的路上哈，我这帽子在车上吹冷气我都戴不住我都是看旁边没人的时候，赶快把帽子拿下来吹一下冷气，赶快把帽子戴回去。我现在也是，这个真的差太多，这个是舒服太多了，没有什么感觉。你的耗材1个月大概换多少钱？大概1个礼拜左右洗1次发片，最多就是3天或是1个礼拜换1次胶片而已。我跟他几乎是一样，我1年大概花1500块钱耗材。我可能还比较少。有没有去挑战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或其实是特别经验吗？有了发片以后会发现说，应该脸要再更精致一点点，再进阶啊，比如说，眉毛的杂毛长那么多，对，我就修个眉毛好了。哦，其实一开始也很担心说，那么近距离的接触会不会被看到破绽？那真的很近距离耶。脸贴脸啊。后来有什么？那个老师因为他很有名，那老师说他看过太多戴发片的或是假发的客户，对，他说你的真的看不出来。你不说，我真的以为就是真的。所以是后来你跟他讲，他才知道。我跟他讲，所以我很有信心。后来我就眉毛那么近距离 OK，那我就跑去做脸了。对，那当然啦，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仪式感嘛。正式告别我们的秃头，向外界宣告，秃头现在已经远离我了，已经拜拜了，已经拜拜了。对，好，请服用。好，那我们下一集要去哪里呢？我们还有什么样精彩的朋友会前来当我们的嘉宾呢？就期待下一集到来吧，拜拜，拜拜。有什么差别吗？我觉得比较看起来很像欧巴更年轻哦。对啊，适合他。真的还蛮适合的。